很多人会问我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房地产投资中到底有哪些风险，如何去规避这些风险？投资房地产最先要考虑的就是风险这么一个因素，我们不能回避，要正视它。我准备出一系列视频，讲一讲房地产中到底都有哪一些我们经常见到的风险。不过今天呢，先来跟大家聊一聊房地产市场中最大的风险来源，也就是买楼花。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个动了许多人奶酪的话题，楼花市场中到底都有哪一些大坑，怎么来规避这些风险？原创内容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帮我点一个免费的赞，关注一下我的频道，谢谢。为了可以更好的理解今天的内容呢，欢迎大家也去看一下去年我出的一期视频，2021年现房涨爆了，要不要看一看楼花？那一期视频中呢，我讲到了选楼花的3大黄金法则。开发商硬，楼花本身的性价比比较高，首付比较低，这3个重要的属性呢，它们的重要性是依次递减的。买楼花之所以风险比较大，原因是你买的并不是一个真正存在的房子，而是开发商给你的一个 promise， 一个许诺。开发商许诺在未来的一定期限内，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给你建一个合同约定的房子。开发商的许诺是不是靠谱，主要取决于开发商的实力是不是足够雄厚，有没有能力把当时答应你的事情实现下来。买了不靠谱的开发商开发的楼盘，就很容易出现房财两空的情况。带大家看几个触目惊心的案例。第一个案例 Crestford 破产案。Crestford 在多伦多破产的开发商中算是体量非常大的，如果它不是最大的。Crestford 在 Downtown 呢也是修建了不少知名楼盘的，比如说42 Charles Street East、50 Charles Street East、35 Hayden、28 Wellesley East。截止到 Crestford 倒闭的时候呢，他手里还有多个非常知名的项目在运行中，比如 The Clover on Yonge、Hallow Residence、33 Yorkville， 以及多伦多的地标建筑 YSL。 这样一个看起来很像样的开发商，到底为什么倒闭了呢？简单的讲，还是因为步子太大，扯到了那啥。虽然 Crestford 确实建了一些很不错的楼，但是从体量和历史上讲，这个开发商还是属于中小型开发商，他并没有足够的实力同时开发4个这样大的项目。最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在20年和21年整个建筑成本上升，导致 Crestford 的资金链断裂，最后这几个项目包括 Crestford 本身都破产了。Crestford 破产之后呢，这几个项目分别的被卖掉了。 Clover on Yonge 卖给了 Concord， 变成了 Gloucester， 也就是著名的梵克雅堡楼。 Hallow 呢被卖给了一个不太知名的开发商 Cordreal， 目前呢还不知道具体下面的安排。地标 YSL 被卖给了 Concord， 变成了现在的 Concord Sky。 33 Yorkville 卖给了 Pemberton， 还叫33 Yorkville。 6年前呢，许多买家在差不多一半的价格上买下了这几个楼盘，等了很多年，最后等了个寂寞。新接手的开发商呢，当然是宣布之前的合约全部作废了，然后加价 100% 到 150% 卖给了新的买家。前面的买家呢，运气好的把钱拿回来了，运气不好的呢，还在等自己的定金退款。 Crestford 呢属于正经在开发盘的正经开发商，他确实是在努力想办法把各个楼盘盖好的，但是最后实力不济，盖不下去了。说完了 Crestford 呢，下一个其实是更过分的。这个开发商呢，直接没有尝试去盖，就决定把项目取消了。第二个案例 Icona Gupta Group， 这个项目为什么说更过分呢？是因为开发商自己犯了一个错误，导致他自己决定不盖了。他试都没有试，就决定掀桌子走人，之前签的合同无效了。原因是在当时旺的地铁站还没有修好的时候，2017年，在这边的新盘数量比较少，开发商定价呢很难找参照物，之前同区域的老房子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，所以 Gupta Group 呢把这个盘价格定得太低了，
最便宜的户型差不多20多万就可以买到一个一室。在现在看来呢，这个价格真的是白菜价。这个价格定出来之后呢，几百个 unit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收到了超过2万份申请。开发商呢也觉得这个不太行啊，有点问题。最后过了一段时间，开发商就以这个项目无法正常融到钱继续修建为名义，决定这个项目取消了。同时呢，把已经签的合同也取消了。唯一的好处呢，就是买家并没有像之前那样等了好多年才把自己的钱拿回来，这一次比较痛快，很快就把钱拿回来了。但是开发商摔桌子走人这个事情呢，依然是表现得非常恶劣的。明明是自己把价格定低了，最后呢，利用游戏规则决定不玩了。如果开发商真的是由于建一个项目定价定得太低，导致他借不到建筑贷款，最后玩不下去，掀桌子走人了，还有一点情有可原。那么下面这个呢，真的是更加的过分。第3个案例 Urban Northtown by Pace Development。 2021年11月10日，这个叫 North Urban Town 的，在 Barrie Gouldron 火车站旁边的 Townhouse 项目，开发商呢觉得成本上升了太多，自己在整个修建中吃了大亏，发信呢给每一个买家说，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，要不然你多付10万块钱，要不然我们取消之前的合约。为什么说这个项目更过分呢？是因为这个项目基本上已经盖完了，开发商明明是有实力把这个东西盖出来的，他并没有特别多的财务困难，只是觉得自己吃亏了，就发了个信给已经付了钱的买家说，哎呀，咱们要不然重新商量一下吧。这个在我看来呢，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厚道了。由于这个案子爆出的时间比较短，我并没有搜到开发商和买家签了和解协议，还是他们去对簿公堂打官司了。未来如果有朋友们看到了这个案子的新进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如果之前的买家已经很倒霉了，甭管是盖不好还是没盖，开发商就决定不盖了，需要把本金原封不动的拿回来。这个案子中呢，买家就需要在2个错误选项中选一个错得更小的。这2个错误选项也真的是不太好选。这些呢其实都不是最过分的，毕竟前面几个玩家都还是真真正正意义上讲的开发商，是在建房子的。下面讲一个开发商本身只是一个打着开发商名义的圈钱公司，从来没有建过任何房子，把投资人和买房子的人钱收上来之后烧光了就跑路了的案例。所以今天讲的案例中最过分的第1名是谁呢？期待一下哟。第4个案例，诈骗组织 Lemine Investment Group。Lemine 这家公司是由一个多大肄业学生刘通 Thomas 刘建立的。他在建立之初的宗旨就是中国人不会骗外国人，所以只能骗中国人。公司的绝大部分投资都来自于华人群体，这其中不乏有许多想通过投资 Lemine 以及 Lemine 的项目实现移民加拿大的投资人。Lemine 这家公司和刘通本人在网上并没有找到详实的开发的经历，他们的钱圈过来之后呢，主要用去做广告了，跟 Trudeau 和 Harper 这样的政要合影，办了很多大型的宣传活动，给自己造面子。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下周回国的贾跃亭，以及国内花了很多钱造营销，最后只造出了老头乐的新能源汽车公司。2018年 Lemine 和刘通的所作所为呢，被 Toronto Star 这家多伦多主流媒体曝光了。之后呢，刘通也淡出了整个房地产的商圈，公司赔了几千万，而刘通的2个孩子依然在上私校。所以加拿大打击白领犯罪的法治，还是不咋地啊。Lemine 这样打着开发商旗号的圈钱公司，不仅坑了自己投资人的钱，还坑了买楼花的买家的钱，可谓一石二鸟，一鱼两吃，一次性把2波韭菜都割了。作为楼花大坑界的顶流，这个真的是第1名。上面讲到的这些案例确实是非常触目惊心的，也值得我们去警醒和思考。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，出问题的其实都是钱比较少、经验比较少、资金不够雄厚的小开发商。买楼花和买现房最大的区别是，
买现房只有一个风险，那就是市场涨跌的 market risk， 而买楼花除了市场涨跌的 market risk， 还有一个开发商实力的 counterparty credit risk， 也就是信用风险，所以它多了一道风险。如何规避掉开发商的风险，才是买楼花怎么样实现利益最大化，同时兼顾自己的风险，不要受到太大影响的重中之重。购买楼花过程中，究竟应该怎么样来规避开发商的风险呢？我们对开发商修建房子这个过程做一个比喻，开发商 developer 实际上就像是拍电影行业中的制片人， builder 建筑商呢，实际上就是拍电影中的导演，工程队、建筑材料这些人呢，实际上就是拍电影行业中的演员。开发商作为一个制片人，他需要的是有足够的电影行业的资源，想办法找到靠谱的导演和演员，同时呢出足够的钱，最后把整个片子拍下来。所以只要制片人钱足够多，认识足够多合适的演员和导演，片子是一定能拍下来的，甭管这个片子最后拍的好不好吧。同理，大的开发商只要钱足够多，自己的项目就基本上可以保证可以修出来，很难出现黄摊了最后烂尾的情况。除了钱不够、经验不够，小开发商更加肆无忌惮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nothing to lose。 比较小的开发商，他的商业信誉、面子没有成为有价资产，这就让比较小的开发商，如果一个项目做砸了，他们是可以掀桌子拍屁股走人的，最后呢重新换一个名号，过2天重出江湖。也是因为 nothing to lose， 有一些比较小的开发商建出来的房子最后也是会遇到问题的。比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房子，我放了2张图，一张图呢是售楼处的照片，另外一张图呢是客户收房的照片，他们是同一户型同一位置。大家可以看到售楼处的这个房子，墙上地上铺的都是非常高质量的 marble， 它的洗脸盆是悬空的，而且配有底灯，非常好看。我们看到实际收房的这个房子呢，无论是浴缸、马桶还是洗面盆，都是不一样的材质，连铺的砖也是不一样的材质，而且在墙上只铺了一半。光看这一个角落呢，开发商的装修成本我觉得省了 50% 也不止。这样的事情呢，比较大的开发商确实是难以办出来的。一个比较大的开发商呢，通常在一个时间里都有8个、10个项目在运行，他们要不然在卖，要不然在建，要不然建好了要收房。如果一个有这么多正在运行的项目的大开发商，他要搞一个项目烂尾，或者说决定取消一个项目，那么他剩下7个、9个项目该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比较大的开发商就需要掂量掂量，我会对剩下的项目造成多么不好的社会影响，商业信誉会损失多少。如果大开发商遇到自己的一个项目亏钱了，他们犯不着砸掉自己的牌子，影响自己现在和未来的项目，更大的概率是自己减少一部分利润，甚至微亏一点，把项目按照约定建好，再开几个新的项目，创造新的盈利，来得更实在。所以我们想从根本上杜绝买楼花中的额外风险，也就是 counterparty credit risk， 大道至简的方法就是只买大开发商建的楼盘，不要去碰小开发商的楼盘就可以了。那什么标准是大开发商呢？这个问题呢，我也解答过很多次了。我自己的方法就是打开 BuzzBuzzHome 这样一个网站，去上面搜，如果一个开发商有超过30个项目在运行，那么这个开发商就是足够大的开发商了。小于30个呢，大家就要提高警惕了。如果只有个位数呢，这样的开发商真的是没有办法买的，买他们的房子已经脱离了投资房地产这样一个类别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 venture capital 风投领域。讲完了开发商硬这样一个最重要的选楼花时注意的风险考量，剩下2个因素呢，分别是便宜性价比高以及首付比例低。价格便宜性价比高，这个当然很好理解，我们买房子做投资 buy low sell high， 一定要避免自己买贵了。现实中呢，基本上没有不能买的房，只有不能出的价。有一些即使是很大的开发商，他们开出来的盘
定价过高了的话呢，虽然你没有 counterparty credit risk， 但是你的 market risk 还是很大的。最后交房能不能保证持平，甚至创造一些利润呢，也是两说的。所以大家想买楼花赚到钱呢，一定要想办法选整个市场中同类别产品中最便宜的楼花项目，当然也需要是大开发商的项目。最后一个因素，首付比例低。如果一个楼盘要 35% 的首付，那你还不如去买一个现房。买楼花的一个很大的便利和优势就是你可以首付付的比较少，一份钱可以买2份楼。毕竟楼花的钱占住的时间是比较长的，你把更多的钱放进了楼花里面做首付，那么实际上这个资金成本带来的风险也是加大了的。视频的最后呢，还是要给大家夹带一点私货的，给大家推荐2个即将上市的楼花投资项目。这2个项目分别是 Daniels First Home Pickering 和 Daniels First Home Kilsdale。这2个项目非常符合我一贯坚持的选楼花3个黄金法则。开发商足够大， Daniels 在88 Home 上有68个注册项目，基本上是整个 GTA 最大的开发商了，性价比比较高。这2个项目呢，基本上是整个多伦多和整个 GTA 性价比现阶段最高的2个项目了。首付比例比较低，这2个项目呢，一个是 5%， 一个是 10% 的首付。上一次遇到类似的项目呢，更需要担心的实际上是抢不到，毕竟开盘开放注册之后，差不多30秒之后就再也抢不到盘了，真的是买到就赚到了。具体来说一下这2个项目。 First Home Pickering 这个项目在 Pickering 沟顺站的旁边，项目有96个 townhouse， 这个项目的旁边就是 Pickering 的 Town Center， 学校、购物中心，可以说配套设施做的是很不错的。价格差不多就是1000块钱不太到1尺的样子，总价60余万起，可以说是整个 GTA 尺均价最便宜的项目了，差不多在5月底开盘。相信你看到视频的时候，价目表户型图已经出了，欢迎这边联系我。它的总首付只需要 5%， 相信在物价飞涨的今天，这个首付比例还是非常亲民的，有不错的投资价值。另一个项目 First Home Kilsdale， 这个项目呢是在多伦多市内 Kilsdale 地铁站旁边几百米的位置，预计的尺均价差不多是在1000出头。之前我看到有经纪讲说整个多伦多找不到1200以内的楼花项目了，这可能是一个例外吧。这个项目的起价是50余万，首付是 10%。 Kilsdale 前面几期我已经做过具体的视频讲解了，欢迎大家也去看一看，会提到周边的设施以及这个项目的进展。 Kilsdale 的3期是整个 Master Plan 的最后一期，前面几期已经有许多客户住进去了。这边呢也恭喜一下前面几期买到这个项目的客户们。这2个项目可以说是整个 GTA 和多伦多境内尺均价最低的项目，同时符合开发商硬、首付比例低的要求，基本上就是买到赚到。这边联系我。最后呢，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Daniels 这家公司真的没有给我广告费，我卖任何一个开发商的盘都是可以挣到钱的。相比之下， Daniels 作为一家比较抠搜的开发商，我们挣到的钱是明显少得多的。我推荐这2个项目真的是因为他们的性价比、他们的位置各方面确实都是不错的，他们是 Norman Approved 的房子，我自己是愿意出钱买他们的。我任何时间推荐的房子都是我自己愿意出钱买的。Daniels 这家公司建筑团队是自己的，所以成本控制的比较好，再加上它基本上不做特别昂贵的奢侈的营销活动，同时呢控制了给经纪人的费用，最后把钱省在了房子本身上，让客户得到了实惠。这个价值观我本人是非常支持的。如果上面提到的这2个项目出了具体的价目表户型图，我都会发在评论区，把链接给到大家。有问题的朋友也欢迎私信联系我。好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，跟大家分享了房地产投资市场中的最大风险来源楼花，以及如何规避这些风险。如果大家对房地产市场中的其他风险来源也感兴趣的话呢，我后续会继续做视频跟大家聊聊，敬请期待。感谢大家的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，毕竟转发了你就赚发了。
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。我们下期见。